女人晚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，在心烦意乱下，她叫来下人驱赶蚊子，结果对方却图谋不轨，强行和她到了榻上。女人是一个府里的少奶奶，守寡了多年，一时忍不住诱惑，便和对方犯下错事。下人还高兴万分，以为自己得到了少奶奶，殊不知在对方眼中，她就是一个无聊时消遣的工具人。随后下人在府里嚣张跋扈，村树也是你叫的吗？起码也该叫个村树哥嘛。高高在上的对待那些丫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当着丫鬟的面调戏少奶奶。少奶奶的脸不用修啊，很漂亮的。丫鬟反驳他不懂规矩，没想到他却以少奶奶都没有说话为由，指责丫鬟乱插嘴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人家一样。少奶奶一个凶狠的眼神，瞬间把他吓跑，但下人心里完全没有悔改，这让少奶奶准备采取一些措施，因为她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，迟早有一天会出事。于是叫来管家，诬告男人偷东西，借此将他赶出府邸。原以为这样事情就结束了，但糟糕的是少奶奶居然怀孕了。少奶奶名叫梯红，原本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，但在12岁时，她的父母出海意外去世，她和弟弟因此变成了孤儿。还好舅舅决定收养他们，但梯红却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担忧。寄人篱下的日子非常辛苦，但梯红非常争气，在一个绣坊工作长大的她非常漂亮，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，并且她的刺绣非常好看。凭借这门手艺，她在绣坊混得风生水起，别人想找她刺绣，还得悄悄给点好处。很快，当地有名的新家老夫人就看上了梯红，一直夸她有一双好手，谁娶她就有福气了。说完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在远处笑着，看样子就是他看上了梯红。于是第二天，老太太就上门来提亲了。从朋友口中得知，原来新家大少爷和她一样，从小父母身亡，自己嫁过去就能直接当少奶奶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她依旧拒绝了这门亲事。舅舅和舅妈以为她是害怕过去被欺负，于是跑来劝说她，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梯红已经有了心上人，男人叫做江海，和她一样是个渔民。她知道如果嫁给江海，两人可能要一起过苦日子，而且在当时的封建社会，人们都认为断掌的女人克父、克夫又克子，所以两人只能偷偷摸摸谈恋爱。但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弟弟。然而在一个大雨磅礴的早上，出海的弟弟发生了意外，所有人都在救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导致弟弟离开了人世。梯红绝望的痛哭，她这才意识到有钱的重要性，于是她瞬间改变了想法，决定要嫁给新家大少爷，当豪门少奶奶。尽管她知道进入豪门就出不来了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扎了进去，因为现在的她只剩下孤身一人了。此时另一边，江海在船上撒着纸钱，不仅是祭奠梯红的弟弟，也是祭奠自己死去的爱情。从这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婚后，梯红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洗衣做饭这些杂活都有下人负责，只用享受。而丈夫瑞宇不仅脾气温文尔雅，更是一颗心都放在她身上。没多久，梯红就给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因此梯红也坐稳了少奶奶的位置，可以自己从家里拿钱帮助养育她的舅舅一家。可没过多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这个女人晚上焦躁难耐，浑身湿透，而外面传来刺耳的吹箫声，让她心里很不爽。于是忍无可忍的梯红将几人抓了过来，大声质问他们：新家是不是对你们太好了？工作太少，吃得太饱，穿得太暖，所以半夜还有力气在那边吹箫作乐。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还那么小，怎么能学这些玩乐放荡的东西？于是直接让管家将阿柱辞退，随后又开始对着儿子撒气。以前的人父孝是要守3年，你父亲死了还不到2年，你就吹箫作乐。外面的人如果知道，人家会怎么批评我，批评我们新家？说完就拿起鞭子对儿子一顿打，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为他自己泄恨而已。他心里极度心悦有陪伴的爱人，而自己只能独守空房。在1年前，瑞宇外出感染了肺炎，找了附近的大夫都治不好。而就在这时，大伯也开始打起了家产的主意。以后管理山田啊、收租纳税的事情，由我来负责就好。要不然，这么大的产业，就让你一个妇道人家去管吗？没多久，瑞宇就离开了人世，新家的存亡就落在了梯红手上。好在儿子还算懂事，知道母亲处罚他是为了他好。然而第二天，大伯就想搞幺蛾子。他表示瑞宇生前很喜欢看戏，所以想请个戏班子，让家里热闹一些。他告诉梯红，瑞宇生前14岁的时候啊，有个和尚给他算命，说他活不过30岁了。从那个时候啊，他就没有做过生日了。听见这话，梯红如释重负，因为她之前一直以为是自己克死丈夫的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所以她告诉秋月，她和男友的分开是命中注定的，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随后她就听取了大伯的建议，
找来了一个戏班子。他最喜欢看的人就是台上女扮男装的小生。每一次听他唱戏，T红脸上都带着笑脸。没事的时候，小生就会找 T红聊天，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要好，连新月都有些嫉妒。他每天沉浸在和小生描眉画眼中，殊不知大伯已经趁这个空隙偷偷挪用了家里的钱，还把 T红的儿子挟持在家里上课。这下 T红必须时刻警惕着大伯了，对方这心思不就是想把新家独吞吗？ T红没有办法，决定直接跑到大伯家据理力争。我实在不应该只知道看戏玩乐，都没有注意到账房的孝叔已经年老体衰，账目不清，全都是大伯在操心。所以孝叔我已经让他回去养老，桂花巷的账目我找我舅舅的儿子来管理。眼看大伯不敢反对，T红这才重新夺回新家的财政大权，接着着急忙慌地将儿子接回家。为了不让大伯用儿子威胁自己，他决定将对方送去国外留学。虽然心里非常不舍，可为了整个新家的未来，他不得不这样做。这是当年她答应丈夫的事情。送走儿子后，T红兢兢业业地看管着新家的一切，直到多年后大伯去世，她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为了不让外人看出两家不和，她还特意去参加了葬礼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在参加葬礼前，竟然用生姜擦眼睛，逼自己流泪，随后跑到灵堂上痛哭流涕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大伯死了，她心里是最开心的，因为她不用再兢兢业业看着家业了。但为了不让外人看出两家不和，所以才有了灵堂上这一手操作。回到房间后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他祈求 T红给口饭吃，不然自己就只能回去打鱼了。一说到打鱼，T红就想到了自己的弟弟，如果他没死的话，应该和春树一样大了。于是他决定将春树留下当自己的点烟小厮，还表示将来给他找个好媳妇。殊不知这春树心怀不轨，再美再好，也没有少奶奶的一半呢。说完，他还拿着 T红用过的烟弹，自顾自地吸了起来。而春树的大胆不止于此，晚上他就强行现身，让寂寞难耐的 T红重新体验了一把年轻时的滋味。可谁知第二天，春树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对丫鬟们指指点点，好像自己成为新家的家主一样。T红怕事情败露，于是略施小计，将春树送进了牢里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后 T红就怀孕了。如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，她肯定身败名裂，新家也会遭受牵连。还好这个时候新月展现出了自己的忠心，每次 T红孕吐就借口说她在戒烟，是正常反应，还帮她隐藏肚子的身形，这让 T红觉得很亏欠她，想帮她找个好人家，但新月却不愿意。然而隔天，留学多年的慧池赶了回来。这么多年 T红无时无刻想着自己的儿子，但如今他这个样子，心里觉得没有脸见对方。新月却表示慧池一定会理解他的。听见这话， T红才敢将事情告诉儿子。事实也正如新月所说，慧池看见母亲的肚子，不但没有生气，还理解他那么多年来的寂寞，于是说要带母亲出国散心，打算在这边悄悄把孩子生下来。在 T红最无助的时候，有儿子陪伴着他，这让他非常欣慰。生下孩子后，他们就把他送给了附近居民。虽然 T红心里很不舍，但是他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回到家后，新月告诉他，有个大户人家想把他赎走。T红听后有些不舍，但还是实现了当初说过的承诺，放新月去过好的生活。在新月离开的这天， T红惊讶地发现，那个大户人家竟然是当初被他赶走的阿主。T红心里有些愧疚，又非常羡慕新月有一个爱人等待了他那么多年，而自己则是那么的孤独。多年后， T红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身边的人全都离开了他，儿子也跑去大陆发展。这天他去庙里参拜时，听见了江海的名字。那个曾经被他抛弃的男人回来了，但他并没有上前相认，而是回到新家那个灰暗的房间里，回想着之前的一幕幕。这一辈子他过得锦衣玉食，但却有无尽的悲伤和无奈。他的快乐是那么的稀少，如果人生能重来，不知道他会不会选择心爱的人。